我是老狗，一条50岁还没学会摇尾巴的野狗。别人家的狗这个时候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可我一大早就要来到帮派的狗市上讨生活。年轻的时候，他们敬畏地喊我狗哥，叫狗哥，狗哥。现在谁都可以轻蔑地叫我一声老狗。老狗，你可得想好了，这可是龙叔的场子。黄毛拿一只虎头藏獒跟我抵了5万的债，东子一眼看出这是只串，最多值3000。我拉着东子去找黄毛对峙，没想到东子还挺能打，他反手拧腕夺棍的动作跟我20年前一模一样。看着东子矫健的身手，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，那条比他还凶猛的猎狗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就爱冲动，我再聊一会儿，他们就怂了，不用动手。我提议让东子跟我混，只要他叫我一声大哥，以后就没人能动他一根手指头。那咱平时都干点啥呀？就是他妈因为啥也不干，才出来混呢。你那么想干活，你怎么不去上班去啊？他成了我的心腹，我对他既有兄弟情，又拿他当自己的孩子。三儿是我们这帮人的头，我带东子给他认识，得知东子是个孤儿。大年30我带他回家吃饺子，老婆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日子过成个笑话。我说不对，笑话还能逗人乐，可我连逗人乐的能力都没有。我们聊了很多，东子劝我找个正经工作，可我却有自己的苦衷。你知道为什么世上好人多吗？因为他们承受不起做坏事的代价。早些年我在运输队上班，是个老好人，可就是有人非要欺负我。有一次我忍无可忍，就拿了一条烟找葛爷帮忙，本想简单教训一下对方，结果第2天他的双腿被葛爷打废了。为此我丢掉了运输队的工作，只能跟着葛爷混江湖。为这事儿我借了三儿一大笔钱。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，哪是说走就能走的。几天后，帮派老大葛爷离奇死亡，导致最高权力真空。我带着东子来到葬礼现场。贤侄啊，你爸是咋死的呀？我爸大半夜非得去吃麻辣烫，说要找年轻时候的感觉，结果跟几个小年轻吵了起来了，让人捅了。随份子时，我悄悄把冥币塞进信封，反正又不用写名字。我早就习惯用形式主义来对抗生存的压力，份子似乎成了我彰显江湖地位和掩盖可怜自尊的载体。每个月亲友们的婚丧嫁娶都是笔不小的开支，好面子的我会用份子的金额证明混得不错，维护着我们空洞的社交关系。龙叔和三儿对话事人的位置蠢蠢欲动，我和东子也被迫卷入这场血腥的争夺战。因为白天三儿和龙叔大吵一架，我担心他晚上会找三儿的麻烦。晚上我和东子在三儿的麻将馆待到很晚，三儿以为没事儿，就让手下的兄弟们都回去。结果龙叔的手下突然闯进来，要对我们动手。我知道他是想趁机上位。仗着你们人多，就你们几个熊仔，不服咱就干一下子！为了自保，我只好和三儿、东子联手奋力反击。这场打斗最终因为龙叔意外死亡结束。龙叔死了！龙叔死了，这事就算了，愿意跟着三哥混的，我保你发家致富。三儿顺理成章成了帮派老大，我和东子成了他的左膀右臂。你跟东子就好好跟着我混，保证让你们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这天三儿让我们去外地取一批货，我们按规矩交出手机。路上东子一直找借口下车，可出发时三儿特意嘱咐中途不让下车。回来后我才知道，我们拉了一车的洗衣粉，这次拉货是三儿对我们的试探。最近不是风声紧吗？我这人做事仔细，往哪提法？三儿让我1个月给他跑趟车，1年给我100万，干不干？我立刻明白三儿干的是非法买卖，我赶紧扯开话题。我的三儿啊，你啥也没说，我啥也没听见。三儿牵走了东子的狗，东子脸上闪过不易察觉的紧张。你知道他让咱干什么？运粉。这种事抓到就得坐牢，我警告东子绝对不能碰这玩意儿，可东子却并没有听进去。有次吃饭，他说想跟着三儿干，想挣大钱，我不想他误入歧途。他得跟我混，他是我兄弟。老弟就是想挣点钱。走了，我以为这一巴掌能够打醒他，结果脑袋却传来一阵剧痛。我拿他当兄弟，可他却拿我碎瓶子。我决定不再管东子的事儿。这天旅行社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有人帮我和老婆报了去三亚的旅行团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东子。你去过三亚吗？听说那儿特别暖和，也特别的美。我就想着有一天能带着你嫂子在海边弄一间小房子，好好的生活。那是我曾告诉他我所向往的生活。我挣扎在底层的处境，是被社会碾碎的认命与不甘。我表面摆烂圆滑，实则对生活充满无奈。
我的恶是与家庭捆绑，给妻子带来安稳生活的责任。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直到我和他被带到三儿的饭局。三儿说最近的交易总是被警察破坏。这两袋哪袋是洗衣粉，哪袋是白粉？不知道吧？他知道啊。看着没？这他妈是只缉毒犬，他他妈是警察！东子卧底的身份被揭穿，我求三儿放了东子一命。来，你打死他，我让你走。三儿逼着我拿枪杀了东子，一边是我得罪不起的帮派老大，一边是与我如父如子的好兄弟。你让我怎么选？指上，指头上。老规矩啊，我数3个数。不是我选的路，你的路痴。